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是这个泰迦奥特曼的完全测评啊。因为泰迦的形态本来就不算多，再加上光子大帝形态万代都没有吐出来，为了能让这期视频观感上更长一些，我们就一口气把三人小队以及托雷基亚也看完吧。这9盒收齐总共是花了3000块钱左右。首先我们从泰迦的 SHF 开始看起，我对这款产品的印象一直都是这玩意儿很便宜，大白菜来的。做这期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下市场，目前这款产品已经涨到了将近300块的一个价格了。我觉得这与它一个比较不错的素质表现是有很大关系的。我一直觉得这款泰迦算是奥特曼 SHF 产品线中一个比较里程碑式的产品。之前万代发售奥特曼基础形态的 SHF， 像是欧布捷德罗布给的价格都是5500日元嘛，因为定价买在那儿，所以说当时玩家买这个奥特曼 SHF 普遍的价格都是在300左右一只。而这款泰迦万代当年是反向俯冲了一波，把价格定在了3200日元，让玩家能够不到200块钱就玩到，薄利多销，方便你入坑嘛。这个套路一直从19年用到现在，所以说每年的奥特曼基础形态 SHF 都是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发售的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这款泰迦上面。当然万代肯定没有那么良心，所以说他在便宜了你价格以后，他在配件方面就直接偷工减料，给你搞成手型战士了。我们看到这款泰迦的本体，我觉得按照发售价来看的话，这款泰迦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。想必各位也是发现了，这款产品全身上下几乎大面积都是用到的一个涂装，仅仅只是在手套以及靴子部分用到了一个橙系色的表现。现在的万代也是真的很难有这种涂装很多又卖得很便宜的 SHF 了。对皮套的还原度而言，这款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整体虽然说不上是完美还原吧，但是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可动性也是一个能正常把玩的水平，不会说像后面的泽塔以及特利迦一样那么次，甚至它这边还做出来一个小臂平转的可动性。然后这款产品里面所附属的2种状态的胸灯发色都是非常漂亮的，红灯不会像现在的产品一样发色非常的粉嫩。那么综上所述，这款泰迦的素质我认为是非常高的。不过因为现在它涨价了嘛，所以说性价比这方面就没有以前那么突出了，这点还是非常可惜的。不过提到性价比，请输入文本。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奥系 SHF 首个1000元级别的海景房，因为压根没多少人订，所以出货以后就一路涨飞，直到现在也要800块的力之贤者泰塔斯奥特曼 SHF。内容物方面，除了手型以及胸灯以外，还给了一个长得像个牛子一样的特效键。这款泰塔斯本体的体型以及对皮套还原度的拿捏，其实算得上是很不错了。毕竟当时炒这玩意儿的一个很大的借口就是这玩意儿的素质非常好，非常值得入手。但其实这玩意儿也就那样吧，这眼睛看着跟死了一样，胸灯一碰就掉，把玩体验非常折磨。如果这些小问题你还能接受的话，这款泰塔斯的脑袋脖子的零件依旧是和捷德豪勇以及银河奥特曼的 SHF 一样，这一处你正常把玩它会自己断开，并且这玩意儿是没有一个第三方的补件能完美适配的这个脖子的，你花小1000把它买回家还要自己受着，得亏是素材拍完以后断的，我给它留了几张遗照，不然真的要给我气炸了。然后里面附属的特效键把它按在支架上就可以搭配人偶进行使用了，也可以把这个特效键前后的零件拆开，只保留前端球形的部分来进行把玩。那么总的来说，这个泰塔斯真的非常没有性价比，而且我觉得这玩意儿后续发售新生代之星版本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。下面由于我们看到这个风马的 SHF， 这款产品目前的价格要400块左右。咋说呢，这款产品也是给我一种非常拉胯的感觉，基本上全身上下都是雷点。体型方面做的太丑了，上半身肩窄，下半身腿粗，感觉重心都在下半身了，看着跟马达加斯加企鹅一样。对比一下皮套，这还原度也感觉非常拉胯。然后这玩意儿的关节松紧度真的是地狱级别的，你看这都软成啥了呀这。然后我刚拿到的时候，我这只膝盖部分还融到一块了。是的，这玩意儿还会容漆呀。然后我这只还有战损级别的品控表现。然后这款脑袋上半部分的连接件不知道为啥还给做死了，这就导致了它的头部可动性也被大限制了。然后除了手型和胸灯以外呢，里面给了一个小小的手里键特效键，效果方面一般吧，没啥说法。把玩了一番，感觉这个风马的 SHF 真的非常烂啊，小问题真的太多了。就这玩意儿现在要400块啊，买它的应该都是奔着3人小队去的吧。OK， 那么这套3人小队目前凑齐居然要将近1500块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但是没关系，你要是嫌这一套很贵的话，有低价平替版本。没错，又到了我们的大便彩头环节了。同样是3人小队，这3只的价格只要600块钱不到。该说不说，这3只还真不是瞎勾巴换色，剧中还真有他们这么一个缩小以后的能量体状态。看样子这大小也差不多是 SHF 这个大小嘛，所以说就有人调侃嘛，这3只其实是按照剧中那个比例1:1制作的，说这么
么一套放在日常的桌面上，也确实是有一种剧中角色走出来的感觉。但由于这套本质手型战士来的，没啥别的玩法，只能当做是一个便宜一些的3人小队平替吧。下面一位本期视频除了泰达斯以外的另一个海警房泰加3重的 SHF， 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是要600多。本质这款就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，没有任何亮点的产品，全身廉价的成型色加上万代祖传的垃圾品控，导致这款产品肉眼观感上其实并不是特别好，和风马一样，头根本抬不上去，在把玩体验上也是非常折磨人的。配件除了一把武器以外，也没啥有说法的。这把武器做的还算不错，上面有做出透明的分件啊什么的，甚至滚轮也是真实可以活动的。但是这并不影响这款产品本质上还是一个比较没说法、卖的又贵的产品。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个3重形态的话，那么我更推荐你去购买这个彩虹3重的 SHF。这个彩虹3重又是一个特别配色版本嘛，目前的价格是300出头啊，只要刚刚那个原色3重的1半不到。其实你单从素质方面来说的话，这款彩虹3重是要做的更好的，它的涂装相较于原色版本来说是要做的更加丰富一些。原色身上的这些成型色、底色，这款都是做出了一个金属红的喷涂，而且所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不错啊。虽然说这款的品控也比较一般吧，但是我这支的话没有说特别差，小瑕疵很多，但是都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然后这款的脖子部分，它把原色版本的毛病给修复了，它的头可以抬起来了，把玩体验这一块也是要更好的。武器这款的效果更是爆杀原色版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渐变色的涂装做的非常漂亮啊，顶上的透明键还做出了闪粉，这么一对比，原版的武器就显得非常素，非常没说法。那么综上所述，如果按照纯素质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款彩虹3重是要比原色3重要好得多的。如果说你不讨厌这个配色的话，我会更加推荐你购买这款产品。OK， 那么下面最后一款就是这个托雷基亚的 SHF， 这玩意儿真的是涨又跌呀。当年这玩意儿一度涨到700-800，前2年这玩意儿再版了，一度跌到300多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就在上个月它还是300多随便买的。然后最近奥特曼 SHF 不是有个全线涨价的趋势吗？这款也是涨得比较狠的一个，就最近莫名其妙涨到500左右了。这款其实算得上是素质很不错的一款了。我个人认为就是腿部它这个伸不直的设计有些难看，剩下的造型以及还原度真的都挺不错的。在保持了还原度的同时，这款产品的一个做工也是对得起它的造型的。我这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中奖，真的是万代难得的好品控啊！如果你是之前300多买的话，真的会觉得这玩意儿香爆了。然后配件方面的话，里面给了一堆闪电的特效件，装上去以后整体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，上面的渐变色做的也很有感觉，然后还捆了一个泰加的斯特利姆光线的特效件，装上去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。OK， 那么这就是这期泰加完全测评的全部内容了。下一期测啥依旧是留在弹幕或者评论区。头皮过500速更下期，我老牛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